我不是在通宵看小说吗？怎么？主母，喝点水吧，就剩这么点儿了。我不准你喝，都是你害的，你害了我们沈家，我恨你！好熟悉，这里是小说《侯府覆灭记》的事件。原主身为侯府主母，恃宠骄纵，待人刻薄，一朝府邸倾覆，阖家流放，最终惨死荒野。而面前这个，就是原主的亲生儿子沈天赐。吼完了吗？这张脸不是我的，我真的穿书了。到了，都给老子滚下来！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了，好好享受吧，侯府的贵人们！官差大人，这里寸草不生，我们还带着一个孩子，根本活不下去的，快给一点粗粮呀！落罪流放之人，还敢挑三拣四，能留你们一条命已是天大恩赐。pH 值大于 9.0， 有机质含量几乎为零，在这片盐碱地根本活不下去。丁，检测到宿主身处极端恶劣盐碱环境，生存阈值过低，盐碱改良系统绑定成功，宿主苏满满。系统，原来我还有外挂，本来以为只能在这绝境里等死，现在未必了。西边是边境军防线，过去不是当营计，就是被当奸细射死。东边是戈壁，走3天连沙子都吃不上。都是你害了沈家，我恨你！第一，你爹是朝堂上斗输的，不是我害的。第二，从今天起我不会由着你。第三，我也不会丢下你不管。都听着，只要我活着，就不会丢下你们任何人。从明天起，所有人都干活，别想着还是娇滴滴的姨奶奶。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是告诉你们这个家以后的规矩。还有，给我一点时间，这块地我会让它长出东西来。疯了！主母，咱们找什么？一块能长东西的地。就是这里，记住这个颜色。这味儿也太冲了，您踩它干什么？侯府抄家怕是不简单，俗话说斩草除根，多做点准备总没错。把这些捡到筐里。我不，我是世子。好，你今天不捡完，所有人都不能吃饭。苏满满，你疯了！主母，天赐还小，我以前那么坏，你为什么还管我？那是别人教坏了你，从今往后我来教，手破了才长记性。主母您又捣鼓什么呢？我用来驱虫的，你睡你的。如果有人来，一定选在后半夜，到时候手里有东西和没东西就是生和死的区别。主母，这地都干得裂成蜘蛛网了，有什么可看的？别看了，省点力气吧，这鬼地方要有水，早长树了。春桃、赵氏，从这里往下挖。这地方比咱们营地还干，能挖出水来，我把这块地吃。那你挖还是不挖？主母，水出水了，是水啊！有水了，春桃，我们活下来了，我们终于不用渴死了。用刺丛堵严实，不要留一丝缝隙。主母，这地方连只兔子都没有，你堆这个干嘛？防狼？哪有狼啊？防野物，万一有呢？原书里流放路上死了人，官府问都懒得问。但愿不是人为。岳书生，叫醒赵氏和柳儿，带上天赐，从后面出去，躲到井口那边的土堆后面。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快！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跟你们拼了！有一种痒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直到你把全这皮肤都撕烂，痒还是会钻进你脑子里，最后你会求我杀了你。你是想在我手里生不如死，还是现在告诉我，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死了，他们都死了。没事了，他们不会再动了。赵氏，你带春桃煮点热水，给柳儿压压惊。今晚生大一点的火，我守着。时间毒囊，剧毒是死事。他们不是单纯来杀人，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是怎么会？昨晚的黑衣人不是来杀人的，
他们是来找这个的。你到底还瞒了我们什么？那是什么东西？我没瞒你们，在昨晚之前，我也不知道它的存在。第一，侯府被抄，不是仁慈，是想让我们死在外面。第二，昨晚的人是死士，形势很绝。第三，这张纸条就是他们要找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上面写了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有人怕我们活着，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报复。活过冬天的唯一办法，就是让那块地里长出东西来。赵氏、春桃、柳儿，是。至于你，以后再说。吾辈屯田，不为功业，为子孙有地可耕。道理都懂，可这地到底要怎么改？道理都懂，可这地到底要怎么改？丁，检测到宿主已稳定领地基础，解锁改良模块，土壤检测术，首次使用免费，是否开启？开启。就是这里。改良土壤需要腐殖质，说白了就是肥料。挖。主母，这也太臭了，这东西也能当肥，臭的要死。我活了这么多年，只见过用粪肥的，没见过用烂泥巴的。你们见过盐碱地上长庄稼吗？那就对了，臭才肥，好土都是臭出来的。这泥里烂了几十年的草根芦苇，养分都在里面，挖回去拌上盐碱土，堆沤一段日子，就能把地养过来。真的假的？我什么时候拿吃屎的事儿开过玩笑？挖不挖？不挖就等着冬天啃石头。主母，得挖多少筐才够？先挖10筐，头一批当底肥，后面再慢慢攒。地里的事急不来，但手里的活不能停。我能做什么？你想干活？他们都在干，我不想闲着。好，交给你一个差事，看到营地边上那个边上堆起来的土桶没有？每天把手插进去摸一摸，觉得烫手了就来告诉我，不烫就让它继续沤着，干不干得了？就摸一下，别小看这一下，摸早了没用，摸晚了肥就烧坏了。你说了算，别人我不找。我记住了，烫了我就喊你。苏满满，烫了，土堆烫手了。成了。春桃，把这些肥挑到试验田，跟表层的盐碱土拌匀。赵氏，你力气大，负责翻地。翻多深？1锹深。太浅了，根扎不下去；太深了，下面的生土翻上来更糟。长出来了，长出来了！真的长了！主母，这真的是咱们种出来的？是咱们种出来的。它会不会死？不会，只要勤浇水，它就能一直长。以后这块地都是这个颜色，你信不信？我信。现在信了吗？我赵玉莲不是不信你，我是不信老天爷，他从来没对我好过。今天这一茬算是他头一回开眼。赵玉莲，他刚才说他叫赵玉莲。柳儿，东边那块给你；春桃，西边那块；赵氏，最远那块归你。那块地最硬，我跟你一起翻。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疼吗？不疼，骗人！手都成这样了，还说不疼。比起以前挨的那些，这不算什么。我娘家是北疆逃荒过来的佃户，爹娘快饿死的时候，用一时粮食把我卖进了侯府。一时粮食，不到100斤的粗粮，换走了我一辈子。到了侯府，日子没比家里好多少，没人拿正眼瞧我。你以前最看不起我，每次请安，你连眼皮都不抬。我厉害，我尖刻，是因为我不这样，连下人都敢骑我头上。不尖刻，我活不下来。7年，我连自己的丫头都没有。你以前看不起我，我认；现在你比我有本事，我也认。但我要你信我一件事。我赵玉莲跟定你了，不是因为没地方去，是因为你把我当人看了。来这儿之前，没人这么对过我。明天你的地该浇水了，你知道就再浇透一点。我知道，那块地底子硬，水少了根扎不下去。你还懂这个？书上学的，以后慢慢教你。好，你说的，以后慢慢教。有人来了。女当家，我们是从北边逃荒过来的，家乡遭了旱灾，走了上百里，一路过来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就看到你们这儿有活人的痕迹，求口水喝。老天爷，这盐碱滩上居然能长出东西，我没看错吧？你们快看，那地上有青苗，真的青苗。水可以给，留下不行。女当家，我们不是坏人，都是种地的老实人，被天灾逼得没活路了，求你发发善心。你叫什么？李铁，打铁的。第一，你们这一路怎么活下来的？啃草缸，嚼树皮，实在找不到吃的，干抠的瘦骨也啃过。路上折了2个人，剩下的都在这里了。第二，有什么手艺？我以前是铁匠，他也是。那个年轻的是木匠，那个瘦的叫方启，跟他爷爷学过草药，认识不少药材。剩下的几个都是种地的好手，干农活是把好手。他呢？路上捡的孤儿，爹妈都死了，扔在路边，刘婆子心善，一路背过来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能做什么？只要给口吃的，让我们干什么都行，牛马都行，当家的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绝无二话。在墙外待一晚，明早再说。春桃，给他们每人1碗糊糊，孩子给2份。好，谢谢当家的，谢谢当家的，谢谢当家的。检测到不稳定因素，当前群体中存在隐藏信息者。李铁、方琦、刘婆子、木匠、铁匠，还有那个小女孩，到底是谁？想留下可以，但我的地方有我的规矩。第一，所有吃食由春桃统一分配，按劳按人头，谁敢偷拿私藏，立刻滚蛋。第二，从今晚起，所有人轮流守夜，1个时辰1班，没人是例外。第三，这地怎么种，方子是我一个人的，你们只管干活，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谁敢打歪主意？当家的放心，我们都听您的，谁要敢坏了规矩，我第一个不饶他。李铁，你和另一个铁匠去扩建土窑。方启，你懂草药，跟柳儿一起去采集。是。剩下的人跟着赵氏开荒。是。哎呦，王大，你磨洋工呢？不想干就滚！没，李头，我这就干，这就干。
盯紧那个叫王大的人。他十有八九是探子，先别动他，也别让任何人发现。我要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他背后的人又想干什么。我有数。妈妈，就是苏妈妈，就是。是谁？是谁干的？老娘今天非把他劈爆了！是浓盐水，专门冲着根部浇的。可能是前几天打的井水碱性太大，烧苗了。没事儿，重新包种就行。现在抓人，没有证据，不能服众。春桃，昨晚谁离开过窝棚？你心里有数。今天有件事要说清楚。王大，你出来。当家的，你叫我干啥？白天死的苗不是水有问题，是有人故意浇了盐水。谁这么歹毒？这不是要断我们所有人的活路吗？当家的，你可得把他救出来！一共4个人，李铁去小谢，1刻钟就回来了。刘婆婆门都没出，赵氏守夜一直没动，只有你离开营地足足半个时辰。你去哪儿了？我拉肚子，真的，我就是在外面多待了会儿。好，那你告诉我，我们营地只有一个茅厕，在东边。可春桃看见你是往西边试验田的方向去的，你去西边拉肚子吗？我走错了，天太黑，我走错了。是吗？那你回来了，鞋底沾的不是茅厕边的干土，而是试验田旁边的湿泥。我错了，我错了，当家的饶命啊！谁指使你？我错了，我错了，当家的饶命啊！谁指使你的？是一个戴斗篷的人，他给了我10两银子，让我摸清您到底是怎么在这盐碱地里种出东西的。他说事成之后再给我100两，我一时鬼迷心窍啊！滚！大人，我。丁，领地内部不稳定因素已清除，稳定度达标，解锁改良第2阶段，盐碱改良剂配方：石灰石、石膏。这荒滩上哪有这些东西？但系统既然提出来，那肯定就是我能拿到的。难道这不像文字，更像一幅画？如果这是简易地图，这个山代表的就是山脉或者矿产，这个点是方位。北斗七星，西北方向。不管是不是，都必须去看看，这是唯一的线索。今天的事不许告诉任何人。是，当家的。当家的，这都快走出几10里地了，除了石头就是沙子。这地方邪乎得很，连个鸟叫都听不见。挖开这里。检测到目标物质高纯度石灰岩，符合改良剂配方要求。当家的，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是，有了它，我们所有的地都能种上庄稼。
谁？滚出来！好家伙，还以为是什么鬼东西，原来是送上门的野味。扫描结果：大型地表石灰岩矿中，纯度85%，预估储量充足。够了，足够我们把这片盐碱地彻底改造一遍了。主母，这东西真的能让地变肥？明天你就知道了。天哪，真的长得这么好，这叶子油亮油亮的，这黑土地跟咱们老家的好地一样了。主母，这改良剂的方子比金子还值钱。对，所以从今天起，矿坑的位置是最高机密，除了我赵氏和李铁，谁也不能知道。采集和电烧全部秘密进行。这改良剂是我们的生路，也可能是我们的催命符。总觉得这里不只是一个矿坑那么简单。这些符号不是文字，这是一种古老的契丹技术符号。向西30步，向下5尺。第30步，向下5尺。把这里挖开。小心点儿。天哪，有了这个，咱们就等于有了一个挖不完的宝库啊！审视后人，见此图者，即无未尽之事。北疆盐碱非天灾，乃人祸。矿脉之下有阵眼，破阵则土复肥，甚至，这是公爷当年行军时留下的勘探图。有了它，我们以后吃穿不愁了。当家的，不是。当家的，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说。当初我们逃荒，快饿死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是他给我们指了路，让我们往这边走，说这边有活路。那人长什么样？他骑着马，穿着黑衣，用布蒙着脸，但听口音是京城那边的人。京城口音，黑衣，是一个戴斗篷的人，他给了我10两银子。有人故意把流民引到我这里来，就像往鱼塘里撒鱼苗，找着看我这条鱼会不会把他们都吃了，或者会不会暴露什么。
从侯府被抄家流放开始，这就是一个局。死士、探子、引路人，幕后那只手一直在拨弄棋子，试探我的底线，等着我犯错，等着我暴露改良盐碱地这个最大的秘密。被动防守，迟早会被耗死。既然躲不掉，那就干。从今天起，我们不光要种地，还要备战。我宣布5件事：第一，李铁，你带所有男人以营地为中心垒土墙，墙要1人高，留2个瞭望口，3天之内必须完成。是。第二，赵氏，你挑几个机灵的女人成立巡逻队，土墙修好后设暗哨，分上下半夜守夜，任何风吹草动都要立刻上报。第三，春桃，把我们所有的粮食、干菜和改良剂分成3份，藏在3个不同的地方。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第四，之前跟你来的那个铁匠老钱呢？让他带人一半时间开矿炼铁打农去，另一半时间给我打短毛，越多越好。第五，方启，你懂草药，带着柳儿和孩子们给每人3吊的血的草药和1小壶水。我们能活到今天，靠的不是运气。现在有人想强抢我们的活路，你们告诉我答不答应？不答应！想活命的就拿起你们手里的工具，以前是农具，从现在起，它也是武器。800里加急，送往京城平南侯府。大人放心，马上安排。当家的，跟我来。3匹马，从蹄印的深浅看，马是好马，人是好手。他们停在这里，至少半个时辰。这个位置刚好能把我们整个营地看得一清二楚。这群杂碎！李铁，你带上水，顺着这个方向追，别追太远，看看他们往哪儿去了。放心，当家的。当家的，马蹄印一直往东南方向去了。东南？那不是京城的方向吗？王大刚走，他们就派了新的人来。之前是试探，这次是踩点。下一次，他们带来的就不会只是眼睛了。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退路。万一土墙守不住，必须有地方能让妇孺先走。当家的，这里！天助我也！赵氏，这个出口只有你我知道，我烂在肚子里。这些符号好像指向那边。当家的，要不要挖开看看？今晚先回去，土墙的事要紧。这里我记住了，矿坑深处还有东西，但眼下备战第一。踩点的人回去了，下一次攻击随时可能到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被刮掉的位置，恰好就是纸条上那个阵眼符号指向的方向。巧合？
还是……公爹在矿坑里留了符号，一路指到这个位置。这面墙不是天然塌方，是有人堆上去的。这里不就是一堆乱石吗？就是这里。扫描结果，岩层后方存在3米乘4米为人工封地，挖开它。这是啥？看着像梨，可咱家的梨没这么多弯弯绕绕啊。吾驻守北疆10年，见盐碱遍地，民不聊生，遂潜心钻有，终得改良之法。然推广之际，吾于矿脉深处竟发现官银标记之矿石，方知此地盐碱，非天灾，实乃人祸。有人以阵法催化土地演化，以掩盖其私挖银矿、盗铸官银之滔天大罪。吾上书弹劾，奏折却石沉大海。吾知大火将至。公爹不是朝堂上斗书的，他是被人灭口的。这手札被撕掉的后半段，很可能就写着那个私吞银矿、构陷忠良之人的名字。当家的，这图纸是哪来的神仙画的？这东西要是能打出来，一个人一天耕的地能抵过去5个人。能打出来吗？能，肯定能。就是这犁头对铁的要求太高了，咱们从矿坑捡那铁矿石杂质太多，炼出来铁太脆，打不了这么精细的玩意儿，得要这条矿石才行。你先试一试，等我再想办法。好铁，或许我们有。这铁打犁头，我怕一块石头崩个口子。当家的真得找到好铁才行。驾！老天开眼了，这地真的能种了。还不够，这还远远不够。丁，检测到领地核心生产工具革新，领地稳定度大幅提升，领地防御模块已解锁。从今天起，4件事同时开工。李铁，你带一半的男人沿着土墙外10步给我挖一道沟，护城河，要1人深2人宽。以后我们把井水引过来，这就是我们的护城河。赵氏，你继续负责矿坑，人手加倍，改良剂的生产不能停。春桃，你带女人们扩大开垦面积，新犁出来的地全部种上。老钱，你的铁匠铺也加人，一半打农具，一半打武器。都仔细点，别撒多了。从流放到现在，我们有了地，有了房，有了活下去的盼头。这里是我们所有人用血汗建起来的家。从今天起，它得有个名字。我宣布，这里就叫新庄，所有留下的人都是我新庄的人。新庄，新庄，新庄！曲旋里解决了耕地的问题，但犁头撑不了多久。武器需要的好铁还没着落，这个被刻意抹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检测到地图信息残缺，是否消耗100领地积分兑换矿证完整预评图？
古代机关和老侯爷说的阵法有关。从这里往下挖。当家的，铁矿石，真的是铁矿石！没错，这颜色就是铁矿石。老钱，再加2矿木炭，封箱不要停。是，当家的。好毛！从今天起，新庄有自己的铁了。你正在长个子，多吃点。我给你夹菜。知我者，审视后人；不知我者，窃国者为君。公爹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朝廷能为他平反，他布下这个局，不是为了陈元昭血，而是为了推翻那个君。当家的，不好了，天赐少爷晕倒了，快去叫方琦。退烧的得灌下去。娘，别丢下我，我不是世子了，我能干活，别丢下我。我一直在为所有人找出路，却忘了回头看看这个儿子。我甚至从未问过他一句：“你怕不怕？”等你身体好利索了，我教你认字。矿坑石壁上那些符号，老侯爷手札上的那些字，你得自己亲眼看得懂，那是你们沈家的东西。娘，爷爷是被人害死的，对吗？等你把这本手札上的字全部认完，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全部。当家的，不好了！当家的，不好了！当家的！这个位置刚好能看到整个营地的布防和人员作息。丁，是否对目标物进行扫描分析？扫描。目标物成分分析：京城铜壶记特工上等烟丝，价格昂贵。目标物鞋印，根据压强与尺寸推算，鞋主为成年男性，身高约72寸，体重约160斤，体格健壮，非普通流民。从王大死后，他根本没有离开，他一直蹲在附近，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去把他揪出来，我去宰了他。现在还不行，他只观察不动手，说明他有顾忌。我们现在动手只会惊动他，而且我需要知道他到底是谁，背后还有谁。从今晚开始，营地提前进入宵禁，日落关门，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李铁，你安排人手加强巡逻，特别是后半夜，不能有任何松懈。是，当家的。赵氏，矿坑的采集路线必须改，从明天起，所有人从那条秘密通道出入，绝不能再走原来的路，明白了？
有件事要宣布，矿坑里的石灰石存量不多了，所以从后天开始，矿坑停产3天，所有人都去开荒，把新犁的地全部种上。都听清楚了吗？后天都给老子去地里干活！是是。石灰矿不是还能用很久吗？鱼食已经撒下去了，就看鱼什么时候咬钩。是他。这几天有什么异常？矿要停产3天，所有人去种地。做得好，这是你的药。当家的人，我给你带来了。出去。那个人是用你孙女威胁你，还是用钱买通？他没威胁我，也没给我钱。他告诉我，我儿子还活着。我儿子是京城户部的小书吏，因为经手过沈家的案子，在沈家倒台后被牵连下狱。我以为他早就死在狱中。几个月前，那个人找到我，告诉我儿子还活着，只要我盯着沈家流放的女眷，事成之后保我儿子平安归来。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留着他干什么？我一刀……住手！杀了他，灰斗篷只会换下一个内鬼，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内鬼。从今天起，你继续留在营地，和以前一样，烧火，带你的孙女。哼，但是有一个条件，下次灰斗篷再联系你，他给你什么消息，你就给我带回来什么消息。至于你儿子的事，我替你想办法。当家的，你这是养虎为患，留一个内鬼在身边，早晚出事。第一，灰斗篷现在只是观察，没有动手，说明他有顾忌，或者说有东西还没找到。第二，与其让他换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新面孔，不如留一个我们知根知底的老熟人。明处的鬼总比暗处的鬼好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婆子是为了儿子，不是真的想让我们死。给这种人一条生路，他就能把另一条死路指给你看。灰斗篷，老侯爷手监里那个隐藏极深的矿脉摊主，你到底在找什么？是不在我这里，还是我已经拿到了，自己却不知道？原书里没有这个人名，但是原主记忆里有周世安，当朝户部侍郎。臣要状告沈家。周世安，公爹当年的头号政敌，只用了短短5年，就从一个6品小官爬到户部侍郎。公爹发现了周世安私吞矿脉，到处官银。周世安为了灭口，反咬一口构陷沈家谋反，但他没找到公爹留下的改良图纸和矿脉图，所以他不敢直接杀了我们，只能派人一直监视。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拿什么跟一个当朝侍郎斗？我们是斗不过，我不能，但公爹能。周世安不敢公开派兵灭口，只能偷偷摸摸派探子买内宴。说明什么？说明公爹手里，或者说他留下的东西里，有一份足以让他身败名裂，甚至人头落地的证据。找到这份证据，就是我们的活路。丁，检测到宿主已锁定关键目标，支线任务追本溯源开启。在没有足够自保能力之前，亮出底牌就是找死。愣着干啥？风扇再拉快点，这批矛头后天就要用，耽误了工期，我把你也塞炉子里。师傅别骂了，我拉。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哎呦！柳儿，你跟后面那几个新来的婶子说一声，这改良剂可不能撒太厚，得匀着来，要不然苗烧了根，到嘴的粮食就没了。知道了，春桃姐，我这就去。姐妹们，再加把油！当家的说了，这块地赶在月末前种完，咱们新庄今年冬天就不用饿肚子了。好，干！你确定半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是的，头儿，我绝不敢骗您，鬼知道怎么回事。绕路过去看看。各位远来食客，不知有何贵干？在下萧恒，常年跑北疆边贸的商人，路过此地，见有村庄，想讨口水喝，顺便做点买卖。我们有上好的布料、盐巴、铁锅、农具，粮食和菜干可以换，布和盐巴我们要，铁器我们不要。姑娘，你们的铁器够用？自己打的，够用。兄弟好身手！这庄子看着不大，规矩倒是不小。你们当家的是何方神圣？我们当家的就是当家的，我们当家的有本事，我们听话干活，就这么简单。姑娘，你这里半年后，要么是整个北疆最大的粮仓，要么是所有人眼里最大的一块肥肉。你想好选哪个了吗？小红说的对，这片绿洲太扎眼了，迟早会引来豺狼。周世安的豺狼。警告！检测到未知人员正在高速接近领地范围。不是上队，是他们。当家的，动手吧！别动！崔七，苏曼曼，你比我想的要快。你想找的矿脉图，还有改良盐碱地的方子，都在我这里。杀了我，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不杀我，你们可以继续在远处看着。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可以谈，但前提是别再派人来我家门口偷东西。这是最后一次警告。好，你的话我会带到。当家的，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为什么不杀了他们？我们3个能留下他们。明天就会来4个，周世安只会以为我们鱼死网破，会用更极端的手段。我要让他以为我有谈判的意图，以为我怕了，想用手里的秘密换一条活路，这样他才会等。真正需要拖时间的人是我，不是他。给刘婆婆的孙女编的，她总是不穿鞋，你看看好不好看？吾辈屯田，不为功业，为子孙有地可耕。好看，你做得很好。人越多，人心越杂，必须建立规矩。想留下可以，但新庄有新庄的规矩。所有人分成5个组：农耕组春桃负责，铁器组老钱负责，矿采组赵氏负责，守卫组李铁负责，后勤组柳儿负责。新来的人由各组老人带着，第1个月你们只能分到70%口粮，1个月后按贡献分粮，干得多吃得饱。偷懒耍滑的滚蛋，偷拿私藏的滚蛋，我只给2次机会，没有第3次。凭什么一个娘们当庄主？老子不服！我服，我服了。当家的成了！按照手札里的土法子，用硫磺和石灰熬出来的药水，那些菜青虫一沾上就死。丁，领地解锁初级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业稳定性提升，领地积分加10。好，多熬几罐，把所有的地都喷一遍。好嘞，我今晚就带人连夜熬。走，再熬几罐。不掉！当家的，里面，快看里面！我看石灰石烧完是白灰，就想是不是能把铁矿里的杂质也烧成灰，我就把石灰石和铁矿混在一起烧。前3炉都失败了，刚才这一炉突然就炸了。但是，当家的，我看见了，就在炸之前，我看见了铁水，比我们之前炼出来的任何一炉都要清亮。系统扫描。铁矿与石灰石矿石的磷磷铸熔质材质已接近含碳钢。原来是这样，你怕炸吗？啊！接着试，炸一次你就记一次，记下你放了多少矿，配了多少石花石，用了多大的火，或者不炸。炸坏了窑，我给你重修；炸伤了人，我给你治。我只要结果。你的。当家的，他又来消息了。说什么？他说
京城那位已经知道了新庄的位置、我们的人数，还有我们种出了粮食的事儿。他还说，那位已经给崔七派了4个帮手，都是杀人的好手，下个月就到。下个月就到，他娘的，真当我们是软柿子？当家的，干脆跟他们拼了！来一个，我杀一个。拼不过。周世安是户部侍郎，他不会派官兵来剿匪，那会给政敌落下把柄。他只会用暗手，派更多探子渗透，制造内乱，或者买通外面的辽民，扮成山匪来一次突袭。如果我们反击，杀了山匪，他就能立刻上报朝廷，说发现了穷凶极恶的匪窝，然后带着官兵名正言顺地把我们一网打尽。到那时，我们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老侯爷当年留下这块令牌，另一半一定在某个能帮我们的人手里。我们必须在周世安动手之前找到另一半令牌，还有找到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主母，手札的后半段可能根本不在矿坑里。侯府被抄家前一天晚上，夫人不是以前的您让我藏了一个木匣子，我把它埋在了侯府后院东边那座假山的石头狮子下面。手札的后半段会不会就在那个匣子里？你记得位置就好。现在我们不去，但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去。当家的，这至少有上百人，拼了！柳儿，按我之前教的，立刻带上所有孩子和老人，从矿坑那条路走，快！赵氏，你带2个人守东门，李铁，你带2个人守西门，剩下的人跟我守正门。人数不对，火把是虚张声势。来了。他们想烧光我们的家，我出去宰了他们！别动！他们在试探，说明他们人数不多，心里没堵。赵氏、李铁，你们各带2个人，从2侧地道绕出去，摸到他们背后，听我信号，一人解决一个，不要出声。就凭你们几个，也想破我的新庄？动手！有埋伏！撤！
李铁，把这2具尸体挂到墙外那2根木桩上，在旁边刻上字。当家的，这等于是彻底向周世安宣战了。他本来就没打算让我们活，挂这2具尸体是逼他换打法。换打法就需要时间，而时间在我们这边。有夹层，这是地图。一个点是矿坑入口，一个点是新传所在的洼地，第三个点在哪里？系统，扫描这个位置。扫描失败，目标位置超出当前可探测范围。不是矿，也不是水，难道是一个可以接应的人？当家的，翠七传信来了，他说京城那位知道夜袭失败后大发雷霆，但他下了停止武力行动，他会派一个人来想办法混进我们新庄。翠七还让我转告您，他是兵，见血封喉，这个人是蛇，会钻心。老钱，用我们新炼的铁打一批最好的农具出来。李铁，好嘞。农具打好之后，通晓得脉，跟老钱一起带着农具去最近的边镇。去边镇干嘛？第二，在镇上最大的酒馆和茶楼放出消息，就说我新庄改良盐碱地有成，如今家大业大，缺了一个管账的先生。当家的，你是想高价聘请？就说只要有真本事，我苏满满给的价钱比京城还高。在下季勋，听闻新庄求贤若贺，礼贤下士，不才前来自荐。当家的，请看，这是新庄自建立以来所有物资的进出总状，粮食结余320吨，改良计于74袋，布匹入210匹，盐巴。朱某，他算的又快又准，我挑不出一点毛病。这些是在下多年收集的农书和治水典籍，或许对新庄有些用处。会是他吗？小公子在读什么书？我在学字。哦，恕在下眼拙，这些符号从未见过，倒像是某种古老的图腾。化盐碱为物土，当家的，您这是神仙手段，惊天伟地之才。一点土法子罢了，主要还是运气好。那边山里找到了合适的矿，能找到矿石，也是当家的福泽深厚。一个真正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会追问是什么矿，怎么用；一个不问的，要么是真君子，要么是已经知道了答案，不需要再问。他十有八九是，我去做了他。不，他有才，是条有用的蛇，先养着，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季先生还没睡，整理些账目思路，马上就好。你想看，我就让你看，但你看的都是我想让你看到的。从今天起，我要让这位季先生看到一个正在衰败的新庄。改良剂就剩这些了，省着点用，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天无绝人之路。季先生是读书人，帮我看看这老侯爷留下的图纸，除了这曲园梨，还有没有别的玄机？图上所绘，却只有梨和梨架，并无他物。
这铁矿怕是快挖完了，没有铁，武器和农具都成了问题。当家的家母病重，在下需即刻赶回南方探望，实在是身不由己，还望当家的海涵。先生大才，何必急于一时？慈母病榻，为人子者不敢时刻有为。也罢，春桃，去取50个铜钱来，给先生做盘缠。多谢当家的。季先生已经把我们快不行了的消息带回去了。周世安会以为我们资源耗尽，技术到顶，很快就会不攻自破。他会等，而他等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最后的备战期。我宣布，新庄从今天起进入暗备战阶段。警告：检测到30里外有大规模人马调动，马匹数量超过30匹，预计行军方向新庄，预计到达时间3天后。3天后将会有一场恶战，对面大概30-40人。我苏满满不能保证3天后一定安全，但我能保证一件事：如果他们想打，我新庄绝不会束手就擒。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着，领3天的干粮，自己去逃命。老子烂命一条，是当家的给的，要走你们走，我留下。走了也是饿死，死我也要死在自己种的地里。不走，不走，不走！走，快快！一队上土墙，打铁矛守正面，另一队蹲矿坑通风口守后路。快把箭头拿来！快，都跟我走！当家的说了，外面不叫，不准出来。娘，这个是我留给你的，你把它收好。我没别的东西了，你拿着它，就一定能回来找我。好，我拿了你的东西，就一定会回来还给你。大人，此地是无名盐碱滩，朝廷既未赐我们活路，也未禁我们求生，自耕自食，不知犯了朝廷哪条法？哼，自耕自食！3天前有2个走商在此地失踪，占山为王，屠戮过往商客，这就是你们的自耕自食。大人说笑了，2个手持利刃、身怀剧毒、半夜3更试图翻墙闯入我们富余驻地的黑衣人，大人管这叫走商。如果巡检司的职责就是保护这种半夜摸进别人家里的走商，那好，我现在就开门，请大人进来搜查，看看我们这里除了几亩薄田，还有什么值得你们如此兴师动众。大人奉的是公职，想必身上带着兵部或巡抚衙门的正式公函，只要大人拿出公函，我苏满满二话不说立刻开门配合调查。可如果大人拿不出来，那就是假公济私，替别人跑腿了。至于替谁跑腿，我想大人心里比我更清楚。好一张利嘴，我们走。苏满满，
你给我等着，3天之后我会带着正式公文回来，到时候希望你还敢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地派保住了，但只有3天。检测到威胁单位已撤离，重新扫描分析，发现异常。3天，他1天都不会给我们。陈副将回去，周世安就会知道我们有防备。下一次来的就不是公文，而是真正的屠刀。那怎么办？当家的，你说，我们跟他们拼了！苏满满，打得过就打，打不过也得从他们身上撕块肉下来。我们必须在他拿到公文之前，找到能反制他的筹码。李铁，备最好的马。赵氏，你跟我走，我们连夜去边镇。苏当家，这么晚赶来，出大事了。肖老板，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现在，那个人要借巡检司的手彻底铲除我们。我手上握着证据，但我需要一条能把证据递到京城、递到御史台的路。沈家老侯爷来北疆屯田那几年，是这片地界唯一没再饿死过人的几年。边镇有个退隐多年的老文官叫陆师爷，他早年在京城督察院当过御史，因为脾气太臭，得罪了权贵，才被贬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如果你能说动他，让他帮你写一封陈情信，或许还有机会订进御史台。丫头，空口无凭啊！扳倒一个在任的侍郎，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除非你有侯爷的亲笔信，或是他留下的什么信物。这错不了，错不了！丫头，你公爹当年不是一个人在查这件事，他在督察院有同僚在接应他。这夹层是当年我们督察院内部密奏专用的隐藏手段。后来周世安上台，督察院经历了一次大清洗，凡是和沈家走得近的，不是被贬就是病故。所有人都以为这条线早就断了。信我帮你写，但这封信能不能递到对的人手里，要看天意。苏当家，你放心，我亲自带人，星夜兼程，一定把信送到京城。肖老板，到了京城，如果有人看到这块令牌，愿意接你的信，你就把信给他；如果不愿意，或者没人认识他，你就立刻把信烧了，一个字都不要带回新庄。当家的不好了！翠妻她传信说她反了。崔妻因为被周世安怀疑，已经被下令限期回京复命，回京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圈套，当家的，你别信，他就是周世安养的一条狗，狗怎么会咬主人？他这是想把你骗出去，好一网打尽。不一定，崔妻最大的价值就是他对周世安的了解，现在周世安要清理他，说明他这个价值已经变成了威胁。一条知道主人太多秘密的狗，在被宰之前，总会想办法留下点什么当保命符。现在，他的保命符变成了催命符，他必须找个人接下这份大礼。可万一……没有万一，我们没有时间了。陈副将3天后就到，
这是我们唯一可能在3天内翻盘的机会，这个险必须冒。回信给他，今天傍晚，新庄外那块大石头旁，我一个人等他，让他也一个人来，不带任何武器。我有你想要的东西，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这是我的诚意。你的条件？保一个人，我有个妹妹，早年嫁到了邺城，周世安不知道她的存在。如果我死了，我怕他会追查到底。我希望你能派人给他送一封信，就说我出远门了，让他别找我，好好过日子。你以为你能跑掉？跑不掉。从我留下这封信的那天起就跑不掉了。我不想服毒死得像条狗，我要站着死。给我一匹马，让我往边境跑，死在那里，死成一个逃兵，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的尸体。我妹妹问起来，只会以为我跑了，而不是背叛了谁。好，我答应你。还有一件事，算是附送的。那个季先生，他没有带假情报回去。他告诉周世安的第一件事，不是你们资源耗尽，也不是你们的改良剂没了。他告诉周世安，新庄的地下有铁矿，而且是能直接炼出好钢的赤铁矿。季先生，他从来没有相信我的伪装，他只是在配合我演戏，让我放松警惕。所以，周世安现在想要的根本不是你那个改良盐碱地的方子，他要的是你们脚下那座铁矿。有了铁矿，你们新庄就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流放据点，而是一块能铸造兵器、能养私军的兵家必争之地。陈副将那30骑根本不是来剿匪的，他们只是来侦察的先头部队，后面还有更大的。当家的，你觉得他会死在边境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的那封信是真的，而季先生带回去的是一个会引来千军万马的真相。手札证明公爹在督察院有同僚，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一个人在查。密信是周世安私自销毁朝廷档案的铁证，足以让御史台弹劾他。令牌是我们最后的护身符，但这些还不够，仅凭一封信和一本手札，扳不倒一个根基深厚的户部侍郎。我们需要最致命的一击，我们需要找到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主母，让我去。那个假山的位置只有我知道，那个木匣子长什么样也只有我认得。您不能去，周世安的人第一眼就能认出您。李铁大哥和赵氏姐要留下保护新庄，只有我最不起眼，最不会被人注意到。主母，以前的您对我不好，但现在的您给了我们所有人一条活路，这条命是您给的，让我去。到了京城，先去找萧恒的商队，不找到他，绝不能一个人去侯府。我记住了。活着回来。这是谁？不是御史台的大员。温若兄，北疆之事就拜托你了。是他，
督察日前御史陆文若，因为弹劾权贵被连贬3级，最后被赶到北疆的那个死人。老侯爷当年唯一没有在周世安的清洗中丧命的同僚。我叫陆文若，前督察院左迁都运使。陆文若，您就是当年与我公爹联名上奏的那位？是。10年前，我和侯爷联名弹劾矿脉贪墨案，第2天，周世安弹劾我们结党，我被削职为庶民。当年我和你公爹收集的证据，周世安在北疆矿脉私挖银矿，用阵眼阵法崔简画图掩盖盗采痕迹，虚报屯田产量，中饱私囊。我们把这些证据封存在密匣里，1式2份。我手里这份在抄家的那一夜被我烧了，烧的时候火燎到我的手背，我就咬着袖子，没敢出声。沈家那份，老侯爷藏起来了。藏在哪里？你派出去的那个丫头正去往的那个地方。侯府后院假山下面埋的不是木匣，是一个石函，埋下去之前用3层油布裹住，里面不是手字寿半段，是一封奏折，是老侯爷在抄家前一夜独自坐在书房里连夜写下的最后一封弹劾奏折，附矿脉贪墨的完整账目、历年拨付记录，还有3个证人的画押证言。他没有把这封奏折送出去，他知道送出去也会被周山拦住，这函埋在自己家后院。他等了10年，现在等到了。春桃姐回来了！就是当年夜里我亲眼看着他写下的那封。我今晚就走，用商队的潼关文牒，光明正大的进京。肖老板，到了京城，我不递议程，不递衙门，我找督察院新上任的那位年轻御史，就是你们上回托陆师傅写信时打通的那条线，直接递到他手里。这趟我不白跑，算你新庄欠我3年菜。老侯爷，这块地我替您种回来了。娘，柳姨说这个能吃，能吃，洗洗再吃。哎，你给我递的这块是碎的，换块整的。碎的整的不都是土吗？